大家好，我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我看到声音有没有进来啊？有进来，声音正常哦。那这礼拜啊，不好意思，老师更新次数比较少，就上周更新了一个元成功啊，因为老师在准备元成功要开启的时候，我们准备很多仪式上的一个业务啊，包含是说用品啊，或者是书文啊，等等之类的，还有个声明禀告哦，这个忙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讲，因为这个业务是很久没有去做了啊，就是这机缘啊，其实这几年来讲。特定状况、非不得已状况之下，我是不使用这个业务的哦。当然是主要的，当然是希望大家能够用新的心理的能量啊，来去战胜自己的困境会比较好。但是呢，其实有时候还是觉得是说开一下吧，哦，就是让大家至少有个管道哈。那这个东西啊，那在我们法会结束之后会开始哦。老师现在做的还蛮努力的去准备的。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课程啊，不用紧张哦，我们课程已经准备开始了哈，老师已经在录制我们的风水课程。风水课程啊，那大致上啊，正式课程有20节，然后呢，后面会一直不断新增，就是各位，如果你已经买老师的课程，然后我先跟你讲哈，然后你要请我帮你看是可以的，那但是前提状况之下，你要交作业。我们作业有2大项，第一个就是画你家自己的平面图，第二个就是说你来问我，或是我能不能去你家看的时候，当成教学案例的时候，第一个你要同意我公布，第二个就是你的功课一定要交，你不交功课，你只是买了课，然后让我去帮你看，你开玩笑，我看一次多少钱你知道吗？我看一次很贵的哈，那这是不是？那你是来学习的，我是把你当同学来教，然后我们在实习的，然后顺便把你家当案例，或把你的公司当案例，只能选一个地方哈，不能全部都选。然后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才能够是说啊，我就帮你看，然后那个没有问题。但是你作业一定要交，你作业不交是不行的，我是很坚持哦，那个作业一定是要交的哦，那个不能不交。好，那我们这个礼拜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其实蛮有趣的，应该说这个有趣的事情是蛮多的哦。只是啊，我们要去看啊，这个在变化的时候啊，各位不要只专注在于是说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事情，而是说呢，我们要看整个环境的变化到底是怎么样，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从国际世界里面呢，我们不是看热闹，我们也不是感叹，我们也不是怨怼，我们也不是心情起伏，而是我们在看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有可能有某些的成因跟某些的可能。那这件事情对你的行业来讲，会不会有些影响，或者对你的家人的一些行程安排，或是未来的事业安排，会不会有些影响？好，我们一定要去学习的，去看它的根源，跟它预测它的结果，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心态。你看老师的节目不是图个爽，你要图个爽，你看那个名嘴讲的绝对爽，对不对？那个70%打下去可以210的命中率，那个听起来多爽啊，是不是？哦，那我不行啊，我们要告诉你的事情就是，我们要用这个国学，用这个易学的方法，用这个命理的方法，我们要知道前因。现在跟后果的状况，这3位一体的状况之下，我们要怎么去预测？所以很多人说，老师你根本就是一个财经台或是一个政治台，不是，好不好？我只是在验证，是说我们每一个月的流月总论解析里面，我们所预测的国际局势，它是不是跟我们所知道的是吻合的？而且老师很多的事情都在直播里面先预测后面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然后后面就会怎么样？所以说，就想我们先来看现在印度。印度啊，它这一次的这个跟巴基斯坦之间的战争啊，我们之前说过，它有可能是代理人战争。但是啊，说到印度啊，就我觉得它这次战争打的真的是一个非常匪夷所思的一个状况。怎么匪夷所思的状况呢？各位，就像这样。啊，这什么？这很丢人啊，对不对？那飞机都被打掉了，是不是？哦，在这个状况来讲啊，哦，他为什么会是说他这么简单的一个战争，他根本就只是一个小打小闹，他不能说是一个很大型的战争，对不对？他就是说，他现在就是一个很简单去测试，说跟美国效忠是说，我们有这个实力。哦，我们有这个实力去说，我们去影响中国，我们影响这个南亚局势。那么这个状况之下，美国应该跟他好好出价码来。其实莫迪的想法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当时说他们2个要大不会太大，但是谁知道呢？对不对？谁知道会变成这个样子呢？谁知道他一开场就要变成刚买的飞机，刚买的飞机，刚买的飞机被打了，对不对？谁知道他变成这个样子呢？我们不知道变这个样子，对不对？我们并不知道他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是他一上去就被打下来。但是各位去知道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跟我们是有极大关系的。首先来讲啊，我们可以看到说，他飞机被打下来，因为他用的是标风战机或是其他的一些组合型的战机，还包含 F 幻象2000这些东西啊。其实各位在频道上面看很多哈，我不去参与这些所谓的军迷或他们的军事武器的事情。我对这些说真的我不熟，我也不了解，我也不清楚。但是我跟各位讲的事情是，这些代表的是你的西方的军事工业对上亚洲的军事工业，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明显了。
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哦，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那这里面也包含它的一个苏凯30，还有他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欧系的战斗机。那这个状况之下，为什么会输给中国呢？好，很简单意思，就中国它是一体性的，所以说呢，它查打一体状况之下，它所有的东西都已经看得出来，它 AI 化了。它就完全是一体化的去运作，它比之前在歼十那个时代它所做出来的军事整个还要更加完整。它的设备啊，说真的啊，各位应该知道，它那个是属于3代半战机啊，它其实是一个不怎么先进的战斗机。就是说白了这样吧，如果你光看它的性能它跟幻象2000或者是飙风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突出点，并是真的是没有哦。中国那个歼十其实它最近有人都把它神化了，它其实没有这么厉害啊。它的一些所有的设备其实就是好几代以前的战机，但是为什么会赢？赢的简单原因就很简单，它的设备是一体的，而且它加上现代的查打一体，就是我侦测到你的情报，但是呢，我真正的人跟我打的人不是同一个地方。那过去我们战机是他扫描是谁，别人就知道。比如战机，我们看电影，他去锁定谁的时候前面被锁定的人他会知道。但是这次不是，这次就是我锁定你了，但是我打出去的人不是我锁定的那个人。比如说地面部队锁定你了，空中部队把你打下来了，但是你并不知道你空中部队对你已经发动攻击了。所以他们那些厉害的战斗机啊。所以说就会被打下来，原因就在这里，也并不是说有人说是不是印度他自己的飞机的那些战斗机的飞行员他们功力实在太差了，有这个机会，但是机会没有这么高，因为毕竟他们的设备是非常非常的强大。非常非常强大，真的是很好的一个装备。只是他用了万国牌，他的资讯没办法整合，就要变成他所有的设备就变成单打独斗，他不能够统合的一个作战。统合作战，各位这件事情你要看得非常的严肃。各位你要知道，老实讲这件事情一直非常严肃。为什么？因为巴基斯坦拿到了一个军事设备，真的是不咋样的设备，那都是好几代以前中国是他们不用的一个设备。这些设备如果都可以被整合成这个样子的模德性的时候，那么它再加上机器狗，再加上东风导弹，再加上一些极音速飞弹，那么请问一下，配合他们的无人机打出来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怎么去看待它未来对战场上的影响力呢？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今天巴基斯坦它是拖鞋军，你知道吗？它是一个很不能够打仗的军队。它过去跟印度打也是打输了，说它的土地被割成孟加拉独立了。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它其实是蛮不能够打的一个军队。在这个状况之下，他还能够赢印度的原因，就是在于他用的是对的设备，而且是资讯整合的设备。你资讯整合之后很多事情你并不能够单点去突破它。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国就会开始忌惮，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军事实力去支持印度都还会输。所以川普就说我们并不支持印度，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支持他，那么你是不是要开始投入更大的战争呢？而印度也很简单，他停了3个小时的火，然后又被巴基斯坦打下去。这个事情其实为什么老师当时没有去及时做更新呢？除了老师忙之外，还有一件事就是说我必须让子弹飞一下包含我们等一下谈到这个台币的汇率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很多事情让子弹飞一下，因为打这场仗当时印度说要停火那个时间我并不相信他会停火。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胜方就是巴基斯坦，他已经得到最完整的优势了，等于是说他现在就是去打印度，他基本上如果都没有核武的状况之下，巴基斯坦可以把印度打得非常的肉疼。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已经有强大的侦测的实力，甚至巴基斯坦他是不是有北斗卫星的使用权限军方呢？他是不是有北斗卫星的使用权限来帮助他去看清楚整个战场？这个不知道GPS 跟北斗卫星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卫星的系统当然你说北斗卫星它的精细度数比较高，当然人家后发优势嘛，因为北斗卫星是后来升上去的，说它很多系统是可以精度更高的。那 GPS 就早发几十年了，所以它的精度自然没有那个北斗卫星这么高。但是你别小看 GPS 它也把那个中东地区打的真的是四不像了，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要发现这个中共它整合它自己的军事实力在巴基斯坦都能够产生了这样大的效应的时候，看到这个效应的时候，你到后面他自己本土的整合起来的军事实力，那会非常非常的恐怖。而这些东西美国或者是欧洲，它都不一定能够做这样的整合。为什么？因为体量不一样体量是完全不一样的。过去在二战的时候美国有100多艘航空母舰，对不对？100多艘航空母舰了，没跟你开玩笑。日本也有上百艘航空母舰了，是不是？那这些东西已经是过去了，现在真的现存的就真的是残羹剩饭了，没有多少个东西了。那么面对到中国现在真的是睡醒的一个雄狮，东方的巨龙，他现在准备抬起头来的时候，那么他军事实力的整合真的是占尽了后发的优势，因为中国它现在有自己的它有自己的一个生产线。
军事生产线它不需要仰仗别人，加上军事最需要就是稀土，中国又有稀土的最高的提纯度，那这个状况之下，它要去做军事整合的时候，未来在战场上面它变成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状态。而且我们要反过来去看一件事情，就是当中国这么强大了，很多东西会逐步的引进 AI 来去做系统测试的时候，有没有一天 AI 开始反水呢？这个东西进入到我们推背图第44项的状况，是不是就有这个可能会去存在啊？当然那个是可能我死都还没看不到的状况吧，应该是这样子状况，但是后代子孙吧，搞不好有些挖到这个视频也说不定。这个未来 AI 它在控制这个军事实力的时候会非常的可怕，因为无人机它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就是用 AI 去侦测。因为你无人机飞到的地方，基本上你面对到的都是敌人，你不用去想这么多，面对到几乎都是敌人。他只要进去下去他随便扫射都可以打到准，你不用 sniper， 你不用那个特别的这个狙击手他都可以把你打中。因为什么？他自己就是电子军械高精度的东西。狙击手那个是万中挑一才能够挑出来训练出来的狙击手，战场狙击手。但是机器狗跟无人机，它不用万中挑一，因为你叫模组固定，而且你还可以再升级，那打了一定是准的这个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好吗？然后那我们讲下去之前，我看到老师各位的问题大陆的氧化镓雷达全线这是没错，电子战所向披靡的。7月初跟6月底能顺利从台湾飞大陆吗？可以为什么不行？当然可以当然都飞没有什么问题那个飞没有什么问题各位可以那个自由出行那没有什么问题老师7月也是要离开台湾去旅游，我还是讲一次，我6月底7月初我就会离开台湾，我不是为了容数量，我不是为了7月5号，好不好？我是在4月的时候我就打算出去玩了，好不好？我就是4年我难得出去玩一次，带全家人出去玩一次，不止4年了，5年了。5年我没带小孩出去玩了，对不对？上一次是2019年，2019年之后的口罩期，那我出不去了，好不好？不用担心那个7月5号那个龙顺那个事情，各位不用去担心，好不好？那个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是可以活下来，当然你活下来，活不下来，你去哪里都活不下来，好吧？所以说刚买了飞机被打了。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能发现一件事，就是说，其实印巴冲突基本上还是以代理人战争为主，也就是美国后面，印度后面站的是美国跟欧洲，那么巴基斯坦后面站的当然就是什么？当然就是中国。那俄罗斯站在什么地方呢？俄罗斯基本上是卖军火的，他才不管你打赢打输呢。说白了，俄罗斯根本就不管你，他只负责卖，他不负责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中东地区的势力的。尤其不是应该算南亚地区的势力的进展，因为他在二战前后已经在那边琢磨很深了，他并不需要靠印度来去处理他俄罗斯在当地的势力，这个是不需要的。而且俄罗斯最希望就是说，每个人都给我买武器，我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最好你们两边都用我的武器，那拿我的武器，你们两个互杀，钱给我就可以了。这对俄罗斯来讲是最好的一个做法。军火商他看的就是数字，他看的不是你的人命，好吧？跟这是什么 Iron Man 那个钢铁人也是一样。卖军火的没有什么慈悲心啦，所以他塑造把那个军火商洗白而已。那漫威很会帮美国洗白你这样军火商怎么会在乎人力呢？只要在乎人类呢？在乎人命呢？不会对不对？他每一次攻击就是为了夺取人的性命，不然你要军火商干什么？对，当然就是这个样子嘛，是不是？就很多事情那好莱坞的东西不要太相信那个都只是为了洗白他而已。当然，也有人是说这个所谓的印巴冲突主要是以克什米尔之间的领土上的争端，还有他们现在水源的争端，所以说他们现在才有这个战争。其实，在这个状况之下，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为水源的问题你就算印度现在打败，他会不会放水呢？我觉得有一天会，然后可能就偷偷开始放水了，因为你再不下去的话，巴基斯坦就打过来了。因为巴基斯坦现在拿到了，他们现在是士气强大到是说他觉得他可以打到印度本土去了，但是他敢不敢打？不敢，因为中国也没说他同意可以打到印度的时候，他当然就不可以去打了。所以在这个地缘政治上面南亚的势力的平衡就会产生了一些变化了过去美国站在哪里呢？哪里就会赢。那所以说那个印度还觉得是说我后面跟美国已经有搭上线了，对不对？未来就是什么中国制造变成印度制造了。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我要递个投名状，让他知道呢，我印度是地区的霸权，南亚的东西，南亚的话事人，对不对？只要我说话，中国都得下了什么抖3下，是不是？在这个状况之下，这是印度现在想要做的事情。加上印度他自己的财政非常的糟糕。
各位，你有想过印度为什么发展这个战争啊？这如果每一个人都过得富富裕裕的，然后平平安安的，谁会想掀起战争呢？当然不是，因为印度并没有这么平安的状态。你都说印度啊，它这个国家已经世界上好像第3大经济体、第4大经济体了，对不对？它比英国还要强了。那么它为什么会觉得是说它的财政不好呢？各位你要去知道，印度啊，它是一个人口非常多，但是百姓普遍很穷的一个国家。这个不是老师去讲，我也没什么要去诋毁印度的意思，但实际上是这个状况。百姓用电不缴电费啊，用水呢不缴水费，这个已经是他们的习惯了。而他们最主要是税收制度跟他们的货币制度啊是非常的混乱，再加上他们自己的亏空是非常多的，因为他们贪污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任何的官员都想在从百姓上盘剥，任何人都不把国家当成自己的国家。我相信连莫迪也不是这样想的，他们就是为自己的利益去做任何的事情。所以说我很不喜欢跟印度人做生意啊，为什么？跟印度人做生意啊，他绝对不会跟你恶言相向啊。印度人这个特色，他绝对不跟你吹胡子瞪眼的啊，不会，他都跟你讲的道理啊，讲的你都觉得他是一个圣人，你知道吗？印度人那张嘴啊，真是厉害，厉害到觉得是说他这个人真的充满了智慧，对不对？他一定是瑜伽派的大师，对不对？瑜伽派大师，所以说呢，他讲的话真的是非常睿智的，跟他相处啊，就觉得可以在他身上收获颇多。但是请注意，印度人啊，10句话里面9句话是为了骗你。1句话是还没练熟，还没想到怎么骗你，因为你还没掏钱。所以在这个状况，因为他们是极度利己主义的一个模式，他们呢基本上每一个人呢可以分到3尊佛，3尊神啊，因为他们是多神教，上千几千或上亿个佛，上亿个神啊，不是佛，上亿个神。那所以说，印度它现在的财政啊已经濒临了破产，所以说很多人说为什么跟印度做生意啊，他们的钱都拿不回来，被印度人吞掉呢？因为他们的财政、他们的国债啊，已经到了比美国好不到哪里去的状况。所以印度它有没有哪一天会财政崩溃呢？其实是迫在眉睫的。如果美国还有10年的时间之内啊，美国会破产，那么印度啊大概也不会超过7年哦。它其实跟美国比起来，它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唯一差别是在哪里呢？唯一差别就是说，印度啊，它自己就算是烂到底了，它百姓也不会有什么生活上的变化，因为大家都已经穷到底了，穷到真的是这个骨头给它怕够了，就是穷到骨头都要打骨去了。他们唯一大的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他不怕破产。因为他百姓大部分都破产，所以他没差。所以为什么你一些企业的钱进去他拿不出来呢？就很简单，是因为他们一定要去拿你的钱，好来去补他们的亏空，拿你的钱来去怎么样去给他们的黑洞去填一下数量。所以是说，为什么日本跟他坐高铁，他为什么10年只做10公里？他们要的事情不是让你高铁完成，而是要你不断的投钱进来给他们分。所以跟印度人做生意，就是跟印度人做生意啊，或是跟印度这个国家去做生意啊，其实10个里面10个都是亏本啊，是另外第11个他可能准备进来亏本的。所以为什么后来中国不去跟他竞标，或者其他国家都赶快撤出印度？原因就是说他们进去的钱是一定会被拿走的。比如说之前好像1945年吧，可口可乐公司啊进了印度，但是呢进了印度就算了，对不对？他们还要可口可乐60%的股份，那可口可乐60%的股份也就算了，那边的那时候的洋人也同意了啊，反正给60%我还有得赚嘛，反正我就是水变黄金嘛。对不对？给你60%我还是赚，但是呢，印度人觉得，哎，既然你都同意了，那么我再往前再跟你多要一点，要什么东西呢？要你可口可乐的配方，要你的配方哦。哎，那当然那时候可口可乐公司当然是孰可忍孰不能忍嘛，所以他就后来就撤走了。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因为他们的习惯就是说我朝不保夕了，就是我就是需要拿走我可以拿到的所有一切，至于别人怎么样，那是别人的事情。所以说，一个什么世尊为什么是圣人？就是因为他为的东西是为了众生啊，所以说呢，他在那边混不下去。印度为什么没有什么佛教？因为呢，他们要的是极端的自私。我只要我自己可以提升种姓，我未来可以好过就好了，其他众生跟我无关。其他众生跟我无关，没有什么问题的，对不对？所以说佛教在那边起不来，那为什么在其他宗教在那边起不来？因为你没有强调可以利己的状况之下是不行的。所以基督教在那边也起不来。对不对？回教在那边也是弱势，只有10%的人是回教人口，也不少了，几亿人，也甚至很多了。但是他必须要屠杀他，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回教在很多状况之下，他也是讲究大爱的啊。各位，你真的去了解回教的教义啊，其实回教的教义它也是走大爱的路线啊，并不是说他是要说你不信我的话，我就干掉你，没有。回教基本的教义它是大爱的，那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其实它只是展现的方法不一样。哦，其实基本上基督教跟回教他们拜的神都是同一个神哦，都是一样，都是耶和华，然后都是一样共用同一个天使。那佛教呢，其实也是类似哦，其实佛教也是类似的。就是说为什么是有3大宗教？因为这3大宗教讲究的是博爱，每一个人你都有可能获得幸福，每一个人都可以受到神的眷顾，每一个人都因为神你可以上天堂。但是呢，印度教不是，
我可以上天堂，我可以变好，所以说我要侍奉你，你就可以保佑我，这是一个完全利益上的一个交换。所以在印度上面，他想要去夺取他自己的利益啊，但是他就必须损及别人的利益，所以他的生意做不起来。所以印度有没有一天他可以成就成一个伟大的国家呢？是可以的，但是那个时候必须是再一次极大的毁灭，让他们灭国了一次又一次，至少灭了一次，最少都要一次啊，最好是灭个2、3次啊，国家灭掉，不说人呐、那国家灭亡之后，你重新再建立一个新的体制新的价值观、新的信仰才行。这个各位不要去说，任何的国家你要成就你都必须经过这个状态。比如说我们说中国吧，中国也是一样，对不对？你到现在你去找一些60年代的、50年代的人，他到现在还有很多是食古不化的啊。比如说就拿婚姻，他可能去进村去迎娶，对不对？他就有可能挡在路口不让你过，还有碰瓷的。各个状况都是因为你的那个名字在那个时代是没有开的，你必须等这些人全部都死光了。说难听一点吧，这些老头老大妈都死光了，那么新生代的人变成老人家之后，他才能改变你整个社会的风气。这个都是这样，台湾也是一样，任何地方都是一样。而印度因为他的人太多了，当然了，他唯一的优势，他们的生命时间是比较短的，因为他们生存风险是比较大的，他们才可能会改变。所以在这个整个国际局势来看其实美国一直希望印度能够接替的是什么？接替美国成为在亚洲，尤其是南亚地区有一个非常大的话事权。因为“一带一路”南亚跟亚洲这个地方，甚至是东亚、西亚这个地方都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他们可能跟中国陆地上是有接壤的。那如果他们不反抗，他们不作乱，他们不自诩为美国的代言人，或是他们不认为自己是非常强大的自视甚高的，或者是幻想程度很高的，那么他就没办法去影响中国，因为中国实在是太强大了。任何人现在跟中国沾上边，你都有一碗汤可以喝。你不要说发财了，发财看个人，好不好？发财那是看个人，国家没办法让你发财，任何人都没办法让你发财，就只有是说，就少数人可以通过国家来做发财，而且必须要官商勾结。任何人想靠国家发财都必须官商勾结，这个是说大白话这全世界哪里都一样。你要透过国家给你发财，你必须官商勾结。如果你没官商勾结，那国家是不肯让你发财，他只能让你有碗饭吃。因为国家最大的存在意义就是让百姓有饭吃，衣服穿得暖，不要造反，那就是很大的事情了。对不对？那印度就是这个地方，他希望能够接替的是说，在这个中东地区混乱的制造者的角色，让他自己成为一个被欧美国家可以不断的注资、不断的去辅佐他，帮他去填他的国债的洞，或者是给他一些外资，或者给他一些生意可以做，让他们可以从这个底部慢慢的起来。不然的话，他们过几年可能就已经面临到了下一个那个阿根廷，你又得破产了。然后有点破产了，这个就是蛮严重的一个状况。所以在中巴的过程里面包含了一个军事走廊，或者是一些地缘政治的问题主要还是因为印度他自己已经国内的经济撑不住了，也包含莫迪他现在也不是多数总统，他们现在目前的内阁还是属于是怎么样联合内阁，所以已经不是过去莫迪的一言堂以前各位记得吧？莫迪的一言堂的时候他说钱币作废就作废。你看这个东西真的是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状况，就是一个总理，你竟然可以说那个现在说钞票作废，然后我必须发新的钞票，对不对？那个是在莫迪他的权位巅峰中才行，但是他现在没有办法，所以他必须搞一些动静来。第一个提升他自己的一个重要性，他必须要历史留名，然后让别人知道说有我你们就可以战争的胜利。说他挑谁？对，他当然挑中国，他觉得真的打不过，是不是？在那个喜马拉雅山那边，他那个跟中国去杠了好几年，也没赢，也打不过去，互相丢石头，对不对？那其他你也打不赢，那你能够去做了，那你就只能巴基斯坦，因为克什米尔地区，那他们自己之前的一些纷争现在没解决，那加上他们的过去的历史有新仇跟旧恨，所以他当然找巴基斯坦，那试试水温。只要巴基斯坦被打趴了，那么他就有话语权，他就有国际上的话语权。所以我们要看的事情是印度他到底想干什么，他为什么要干这件事情。所以说现在他能干什么吗？不行，他现在只能想他怎么样可以悄无声息的结束这场战争。因为他停火3个小时之后他又开始打下去，而且又是巴基斯坦打过去的。所以说你现在飞机飞不起来，因为据传那个法国不让它飞起来，你一飞起来它会不能打下来之外，对法国以后它的飞机那些阵风的飞机或者幻象飞机它可能就不好卖了，因为你飞起来被打下来，那是不是很糟糕？所以我们就看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而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接下去讲我们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需要了解就是对台湾有什么样的影响。各位你要去知道，其实印度这件事情
跟我们台湾是不是很类似呢？不类似，为什么？我说实在一点的好不好？我们今天真的平心而论，我们讲一个最老实的话，印度你不要说跟中国打了，就光印度它的一个军事能量啊，它可能也不够台湾打的。我说实在的，印度它也不够台湾打的，而且台湾的军事实力啊，还是比印度来的强的。哦，你说现在立刻打，可能还不一定。但是除了它，因为它有因为印度有核弹之外啊，但实际上你说单枪匹马的，或是硬碰硬的状况之下，台湾的军事实力啊，不见得会输印度，甚至我觉得是比印度来的强。所以说会不会像印度那么拉垮呢？这不会，因为比如说我们印度看到它发射了一个4枚导弹啊，打进那个巴基斯坦。这4枚导弹啊，3枚直接在原地旋转绕到自己国家一中，然后它自己爆炸了。他发射4枚导弹，3发飞上去之后，直接原地打转，然后绕一旋转跳跃，然后撞到头，砰，给它爆炸了，就没有了，你知道吗？这个印度的导弹就这样，发了4发导弹，3发原地爆炸，飞上去了就直接爆炸，然后第4发飞到巴基斯坦那边，然后被他们的那个中国制的防空系统给打下来。所以说这个拉垮的事情啊，我怎么想都不觉得我们台湾的中华民国的国军啊会拉垮到这个地步。虽然我们也曾经拿雄风飞弹去打过我们的渔船啊，但是呢，那个也只是个案，那也不是常态，对不对？那个我们不能把个案当成常态啊，这个必须还是要实际去讲。但是印度它自爆，它的军事武器自爆啊，那基本上都是已经常态了，你知道吗？以前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地面上的地对空的这个迫击炮，就一开始试打，原地把所有的士兵跟那个武器研发者全部给送去见那个太阳神去了，对不对？一次都把你炸光光了，去见湿婆神的，因为你刚好毁灭了，都没有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印度跟巴基斯坦会不会让他的战争外溢呢？基本上是不会，因为第一个美国跟法国不同意，第二个是中国也不同意，相信俄罗斯也不会同意，因为巴基斯坦是有核弹的啊，各位不要小看巴基斯坦，它是有核弹的，很少，但是呢。那个核战啊，就不是管你多或少啊，就是你有，就是相互毁灭的一个保证，因为它有能力可以毁灭印度，印度也有能力毁灭巴基斯坦，巴基斯坦那么小，对不对？但是巴基斯坦也有能力毁灭印度，但是呢，你一旦发核战，全世界我们打掉重练，我们什么事都没干就被打掉重练，那这个状况当然其他国家是不会同意的。所以这件事情只有一件可能，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互相找体面的时候，突然就销声匿迹了啊，突然就没声音了啊，也不谈啊，我们也不谈，我们就打完了。因为巴基斯坦必须要打回去嘛，你不打回去的话，他自己被攻击那些人，百姓也不会放过他的政府。所以打完到后面，然后战事会不会升级呢？目前老师看起来是没有。而台湾呢，这个状况我们回到台湾，台湾啊，我们混用美国的 F-16、法制的幻影2000，还有我们自己的 IDF 的战机，我们的防空系统也整合了爱国者跟天弓，还有标准2的飞弹。数据链，我们彼此这些武器的数据啊，其实跟印度是一样的，它的互通性是很差的。所以说实战之间啊，我们去跟中国去对打的时候啊，结果跟印度也不会差多少。虽然我们可以赢过印度，但是我们对上中共，他用的可不是歼十，对不对？他用最新的武器，那么我们当然也是没有办法的。而我们看到差异就在这里，就是说巴基斯坦使用是中国歼十哦，是3代半的战机，那击败印度的第4代半的阵风。而我们现在最新的我们现在最新的那个 F-16，台湾的 F-16V 啊，面对解放军的歼20，对不对？歼20哦，人家是歼十，我们要面对是歼20，那我们雷达的反射也没办法很容易去抓到对方的战机在哪里，加上呢距离又很近，对不对？距离很近，200多公里的一个台湾海峡，你电子战基本200多公里是可以去压制住，那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印度的国土这么大，台湾国土这么小，对不对？台湾的14个空军基地里面，12个都是在什么？都在我们的西部平原，距离中国大陆也只有160公里，是不是？完完全全是在东风的15、16的导弹覆盖范围之内。说这个问题啊，是一个比较大啊。我们台湾其实要去明白，我们现在军事实力啊，这个巴基斯坦已经展示过了哦，他们用一个3代半的战机啊，都可以把印度打得7荤8素了。那我们面对中国最强大的歼20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撑多久呢？我们真的有可打性吗？不一样啊，完全是不一样。这个我觉得打起来我们不会比印度好看到哪里去啊。虽然我们导弹飞起来不会原地爆炸，但是我们导弹能不能飞出去都还是一个问题，因为你发射了半路被拦截，而且人家可以立刻反制。对，我们之前呢一直在跟各位讲，无论是以色列无论是其他国家，你都可以打出血条的原因，就是在于你对方有没有饱和攻击的实力。如果对方他本来就有饱和攻击的实力的时候，你所有的防空设备基本上你是无效的。
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当时的那个哈马斯打以色列的时候，我就说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在这个5000发的火箭弹既然可以打穿你的时候，代表你以色列是有血条的。美国的航空母舰它被打到凹进去一个甲板凹进去的时候，它也亮了血条了。所以是说，为什么你说川普现在他要跟伊朗和谈呢？伊朗胡塞组织和谈呢？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伊朗它本身就是一个杂牌军，它在沙漠里面可以挖到这些火箭炮，挖到导弹。但是美国你应该是全天下无敌的这个独孤求败，你去哪里就应该是土崩瓦解的。结果你竟然还愿意跟伊朗的胡塞组织和谈，那你不等于你输了吗？没有赢就是输。就是说为什么说比较周天子？因为周天子出去就必须要赢，周天子出去如果没有赢，那你就是输。你输了你就没有威信，你不要跟我谈了。加上代理人战争你又输了，所以未来对美国它在整个亚洲的军事的投放还有政治势力的反弹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有些的怪你是不能够亮血条的有些王也不能亮血条，你就应该跟 NPC 一样是无敌的，你才能够去处理，好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台湾其实要看到巴基斯坦这次可以把印度打得七荤八素我们自己要有警觉心，那不要一天到晚只会去喊怎么大罢免，那个都是没个屁用的东西那大罢免根本没屁用的东西，你罢免完，然后中共的飞弹就不会打过来嘛，你罢免完了，我们经济就会好起来嘛，那不可能的事情，好吗？那我们讲到台湾我们还要去注意到，我们周一周二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台币不是点到了29块吗？那个时候老师为什么没有拍影片呢？我知道有些朋友在等老师说，你这个台币贬成这样，未来会不会很糟糕？老师还是让子弹飞一下，因为我不认为它会一直往下贬到25、26这个状况应该是不会那么严重。为什么呢？因为一次的状况之下，其实我们伟大的党我们伟大的组织它可能是一时的不察。你怎么会让别人这么快呢？因为你基本上像这种汇率的东西你要去让美国去温水煮青蛙才是上策。因为汇率你慢慢的贬，慢慢的贬百姓没有感觉，那你让工商企业也能够慢慢的去反应。然后其实各位要去知道一件事情，在新冠疫情的时候，台币是贬到28块过的。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我 YouTube 的那个分润我是拿美元的，各位你知道吗？所以说那个时候我收入就虽然我播放次数很高，但是我收入是降低的，但是呢也比现在高很多了。我现在只有1/10了，我现在只有1折，我巅峰时期的1折。所以说就变成说台湾在过去是有28块的状况这个是过去曾经在新冠疫情的时候是有的。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没问题呢？因为当然第一个就是你贸易已经终止了嘛，因为你就货也出不去了，工厂也不上班了。第一个这个当然是没差。第二个就是说，你现在这个状况你遇到的时候你有没有人有预期的心态？如果你在还没有预期心态之下，你立刻贬到29甚至28的状况之下，你台湾的一些中小企业你是立刻亏钱，你的一些寿险公司买的美债或者买了美元的资产你是立刻亏钱，那亏的都是几千亿的，各位，那不是开玩笑的，你什么都没做就亏了几千亿这个事情当然是不行的。所以那个时候我看了看那个当时的状况，我就说觉得这个事情先不着急，因为你说我们的党是一个天上人他是一个民族的救星，对不对？这个什么反正太恶心了，我也讲不完了，反正就是很伟大了就很伟大了，好不好？这么伟大的组织领导人，这么伟大的国家领导人那么他们一定可以知道是说有些事情你不能太快。所以说呢，后来隔一天之后就变成30.1嘛，我就好像恢复到30.1了。为什么我知道？因为那个时候 YouTube 发薪水了，结果我发现那银行我登不进去，那时候我还没有立刻反应说为什么会这样。结果经理老师跟我讲他是不是显示本日额度已用完？我说是你怎么知道？因为他们家以前做那个钢铁螺丝贸易的，当发生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遇到银行把当日额度用完了。我说当日额度没有，我这下午2点做的，怎么当日额度用完呢？就是不让你汇款的意思啦，好吗？就不让你汇款的意思，不让你那个买卖外币因为对银行来讲，他现在你一卖掉，好像是你自己亏钱了，不然银行也亏钱了，因为钱在他银行里面了，对不对？那他不是也亏了吗？他亏损当然亏在你身上好，也亏在他身上好。你卖掉美金换成台币的时候，台币要代表美金在他身上对不对？那如果继续跌下去的话，那不是完蛋吗？那银行不是现亏吗？跟周老师的意思嘛，说不让你汇就是说美元还是你的，台币还是我的，所以说亏算你的，不是算我的。但是让你汇完之后呢，美元是我的，台币是你的，那亏损是不是银行自己要去吸收了？可以懂老师的意思吗？为什么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银行不去让百姓那么快在那1-2天给换掉？原因就在这里开玩笑，那你换回去那你换成台币那我不是亏本了吗？好，所幸在周三的时候就恢复了随便换都可以过。为什么？因为恢复到30.1了。但是各位去知道，现在人民币多少了？4.16 4.16。所以说人民币它对台币来讲，台币涨那么高其实
有些对某些人来讲啊，现在也是存人民币的时候外汇嘛，我不是说去什么状况了，就是说风险分散的时候，只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很多人也去改持人民币，因为人民币它未来它可能它涨的状况是比较高了啊，我们币值会不会稳定不知道，但它那边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浮动，但怎么样也比现在来的便宜，它不会变到3.8块嘛，对不对？了不起变4块，它现在4.16，它了不起变成4块，但是你也不会变成3.8、3.7嘛，不可能。我个人觉得是不可能的，未来有没有机会我不知道，我只是个人觉得应该不大可能的，因为台湾对中国的贸易还是非常畅旺，所以两边之间呢，它可能还是有其他的金融的底子去托底，那还是有，毕竟台湾有30%以上的贸易啊，我们是养在中国大陆的。处在这个模式状况之下，我们要知道台湾它任何的东西啊，它是经不起外来的任何的刺激。所以说，当我们如果没有核电，当我们如果没有了台积电，当我们没有了能源去足以去因应到我们国家的日常发展的时候啊，那我们的经济实在是非常的令人值得担忧的一个事情。我们不用说7月5号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我觉得台湾7月5号不会发生什么太大的事情，我个人觉得啦，好不好？不会发生什么太大的事情啊。那问题就在于是说，就算没问题，你在后面的几个月，台湾的经济还是往下去走。为什么？因为贬值的我们这个美元的贬值，那个是他们既定的国策，它不贬，他们就没有办法把这些的亏损啊，他们国家的亏损啊，交给全世界去分担。它如果贬得太快了，那你只会加速了别人去尽快的抛售美元资产。所以美国为什么这次后面他讲话就讲得比较含蓄，原因就在于是说，他如果现在把台湾跟韩国跟日本弄得太僵，就变成改持日元啊、韩元啊，或者是台币啊。让这边币值大涨太多的话，那其他国家也会觉得你有问题，那我是不是赶快抛我的美元资产，甚至抛美国国债呢？所以它现在会缓匀在这里，但是未来长期来看啊，基本上它还是要台币啊或者亚币之间啊，除了人民币之外啊，可能都还是要再继续涨啊，不涨的话没办法去让他们去薅羊毛，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啊，这个是一定的，好吗？好，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哈？哦，感谢苏晴啊，感谢苏晴好，感谢苏晴赞助，谢谢。大家帮忙点个赞好，谢谢大家。睡醒了。如果美国取消对中国的关税与制裁，中国跟美国下，美国可以因此降息，然后撑久一点吗？这点我们会谈到这件事情啊，这个我们将谈到这件事情。推背图是半年更新一次还是1年一次？对不起，我已经3年没更新了。哦，你在点我3年没更新而已嘛，我不过3年嘛，是不是没什么的？哈，是不是没什么的？哦，我尽力好不好？我再看一下好吗？哦，这次崩溃的不是印度，而是青鸟。我们不能得罪他，好不好？这个我的信箱都被塞那个大罢免的宣传单了，你知道吗？就是他上面不敢写他是谁。我告诉你，我觉得我今天在信箱里面看到一个放很久的广告单，就打开来看，又是一个大罢免的宣传单。我想你要宣传可以嘛，这是你的政治的意图嘛？就他不敢写他是谁，你知道吗？他只说哪里可以联署，他不敢想他是谁。我觉得这些工作也蛮难的啦。我相信那些宣传大罢免的不一定都是志工，有些也是职工。哦，但是我觉得国家现在把它变成这种转移焦点在大罢免，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蛮糟糕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经济跟国安已经变得非常糟糕的状况之下，再这样下去，我们不用人打，我们自己都垮了，对不对？不用打，我们自己都垮，你去内斗有个屁用呢？是不是？真的是，这台版人根子全乱嘛？这是有够糟糕的一个事情，好吗？中国还有远香火，他们的火箭军啊，打300公里是没有问题的哈。员工5场上1场下4场，上1行下4场。上一行下市场，你要指的什么？我不太理解哈。工业克鲁素，好，人民币未来可以到4到5啊，那不知道现在便宜了，人民币现在是便宜，我们台币涨嘛，所以现在台币换人民币是比较赚的啊，是比较有利益的基础在的啦。所以我现在也没有钱了，最近花的钱太多了，也没什么钱可以换了啊。加上小孩子要念高中了，还准备一笔钱呢。预警机跟自动化工厂生产都是有哈，印度譬如说2015年生产的，对，还是蛮旧的东西啊。这几年大陆与台湾的资产比合适比较怎么样？比较合适，这个我不能乱讲话哈，因为毕竟我是个算命的，我不能再去跟你乱讲这个事情哦。每个人自己做一些合理的资产分配了。我已经告诉你最能够跟你讲的事情啊，基本上都是应验的，比如说包含就是你现金资产。你所有手上最主要是现金啊，有现金你没烦恼，你没现金就会出问题。两岸即使发生了武统或是合同都不重要，你台币还是台币，台币不会消失，因为港币都没消失了，台币凭什么消失啊？这个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事情啊，各位不用太担心，你手上的钱不会消失，只是在于是说你的不动产或者你的债务啊，以后可能会被不动产贬值速度快。
债务你会被膨胀的很高。所以你现在有现金是最重要的。第二个就是买黄金嘛，买黄金有没有对？我已经讲了2年的时间了吧，我好像讲2年了吧。买黄金，买黄金的话2年了，你反正你10年，你只要放10年，你一定赚。买黄金现货，我是跟你讲说，你去买那个这个金什么首饰啊，工钱不算，我就买那种金银条块的啊，金条块那种东西啊，你摆10年那是一定赚的。然后你摆10年那是一定赚，你无论你拿任何的曲线来看，你放10年你赚了。为什么？因为每一个国家它在10年都需要让自己的这个货币啊进行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一定要的，通货膨胀是一个资本的市场之下它必须要承载的一个事情。你不能像中国古代那个封建时代，你盖起来门关起来，你根本没有其他民族可以进来。那个状况之下，你斗米3钱的这种制度可以维系了几百年，没有什么问题。对不对？它的物价可以一直维持到一个不变的状况，就像日本，它物价维持了20年不变，对不对？它是一个封闭起来的，你没有什么外来的一个刺激状况之下，你都可以维持这个状况，是不是？但是现在不是，现在这种状况的话，你一定是必须要让你的货币一直不断的流通，流通的状况之下，你一定要让你自己国家的这个经济啊产生通货膨胀。你产生通货膨胀的时候，你就一定会拉抬你的贵金属，因为贵金属是硬通货。就是包含的白银或者黄金都是硬通货。那么在这个硬通货的状况之下，你的黄金买的是一定会赚，放10年一定赚，这是必然的一个事情。这不是说什么样老师特别有智慧，没有任何有去研究这个黄金的人都会知道，10年一定赚，因为它是被逼的要去涨，不涨不行啊。因为你10年前是一个便当多少钱，你现在一个便当多少钱？那你的货币变小，你是不是金额就变大了？那黄金也是一样，你金额变大了，黄金是不是更贵了？对不对？因为它是硬通货，去哪一个国家你拿黄金出来都可以画事，你拿钻石可能不好画事，但拿黄金出来大家都可以谈。你只要金条子给的够啊，都可以谈。你像过去那个在那个中日战争的时候啊，不是一样抗日战争的时候，对不对？拿什么都没什么好说的，什么拿什么金元啊、银元啊，或者袁大头啊，没什么好说的，拿条子来。拿黄鱼来，对不对？你有条子，那个金条，好说话。你没有条子啊，这个事情我们慢慢谈，好吧？慢慢谈这些事情。然后这个是你要明白这个世界上的一些逻辑跟方向啊，那是不一样的一个事情。个人资产比例这我不知道，因为我不了解你的资产哦，我不能去讲哦。大爸也不理他，我是没有理他们的哦，买价是很好的。在重解推背图不需要重解，因为我没有改变我没有改变的状况之下，我不需要重解。重解代表说我之前说错，我现在修正我不是说我要固执说我没有错，有错我说没错，没有，我没有认为我错，我现在没有感觉到我错啊，对不对？你说那推背图第40项，我就跟你讲，2024年的前5年跟后5年两岸会统一啊。对不对？我当时就讲这个事情了。那你现在哪一个分析预测不是说你在2025年到2027年两岸会统一吗？哪一个不是这么讲的？但是当我发出这个推背图的时候，人家说是2035年到2045年，对不对？到我现在才5年的时间，我就往我这个所预测的时间去迈进了。所以我不觉得我有错啊，所以我觉得我没错，所以我不会重解，因为就是这个样子，我没有不需要改，好吧？虽然以前的画质不好，但是呢，是的，改也没意义吧？我不知道我觉得从老话题重改有什么吗？你说我们的元成功这个事情就是讲细一点，因为过去的时间比较短，我就是把它讲细一点，讲啰嗦一点，对不对？那天好热，我也比之前胖了很多，越来越炎热了，那才需要不然一般来是不需要的。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把握时间我们现在讲一下我们的这个美国现在的经济政策其实它现在对外跟对内之间它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它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就做出来说，贸易税改跟放松监管为核心的3大支柱希望能够希望通过企业设备投资100%税收折旧的优惠来让他们怎么样？来让他们做减税然后让他们可以去抵税，让企业赚更多钱。因为你企业赚钱了，那按照资本主义的理想逻辑来讲，企业发大财了，老板发大财了，员工可以得到涓滴效应，也就是说了99%给资本家赚走了，你们这些的基层百姓蓝领工作人员或者是无论怎么样的人你只要不是老板不是资方的，你们能够全部人分1%，那99%呢给董事会给老板去分了，那这个是他们的资本主义。说资本主义其实老师小时候觉得资本主义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因为得到验证似乎它很强大，那对资本主义其实我也是一知半解。那到后来我长大了之后，我才研究了很多的书籍，我才发现资本主义根本就是骗人的玩意儿，你知道吗？资本主义它就是在愚弄老百姓的，就告诉你是说好像很公平的状态，它其实一点都不公平这完全不公平的一个事情所谓的契约精神，所谓的任何一切，它都是来粉饰太平的，对不对？
各位，这讲一个本来是单独开视频讲的一个故事哦。按照这种契约精神呢，英国佬啊，以前在殖民地或他们自己国家里面呢，他可以用契约精神让一个4岁的小孩去合法的去通烟囱，因为烟囱很小，你必须要小孩子去通才可以。对不对？4岁的人，你就要签合约了。小孩子认识字嘛？不认识字，他只要啪嗒盖个手印，他父母啪嗒盖个手印，那这个4岁小孩就得去工作，而且做高危险的行业。他们每居民说：“我没有逼你啊，对不对？我出钱啊，你愿意去做，那我还给你一笔收入呢，是不是？”那小孩子如果卡死在里面怎么办呢？啊，那是意外工伤，对不对？那也没什么，给你一点小小的赔偿金就可以了，对不对？很多事情啊，资本主义是。当你自己的实力很强的时候，你可以拿资本主义的逻辑跟你所谓的一些契约的一些框架，去让那些所谓的低等民族、低等的百姓啊，去遵从你的想法而已。但它是一个不是公平的一个事情，因为它在绝对优势的时候它会造就。比如是说，你看它美国它现在是不是一直不断的撕毁各种不同的合约？为什么？因为我撕毁了，你又怎么样？你拿我没有办法，因为我撕毁就撕毁了。那么契约精神也不需要存在，是不是？包含了之前的中岛条约，还有他的那个核不扩散条约，不都直接撕毁就离开了吗？离开大家能说什么吗？就说你美国不上道，但是也没人感觉到怎么样？为什么？它有绝对的优势。他完全绝对优势状况之下，你告诉我你契约精神在哪里？没有啊，资本主义在哪里？就是大家都对我来讲是逆差，对不对？那我当然对你们对等关税，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很强大，只是他刚好评估错误了。但实际上，资本主义跟他跟西方做出来的这些逻辑啊，基本上都是一个帽子戏法，让你觉得很合理，但是它其实根本一点都不合理的状态。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事情，好吗？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开个别的话题来去讲。我只跟你讲说，现在美国做这些事情啊，也是一样资本主义的帽子手法。它让你觉得是说，只要企业赚钱了，百姓生活一定可以过得很好。那个企业赚钱了，百姓会不会过得很好？这个是不等号的一个事情。因为你看，那个资本家收了这么多事情，你看那个亚马逊的创办人，或者是你那些华伦巴菲特，他们缴多少税嘛？他们基本上是不用缴税的，不用缴税，他拿到全美国最大的资产，但是他没有缴税，他没有缴税啊，因为他合法的节税啊。但是百姓一个月缴40%的税啊。这个东西你合理吗？当然是不合理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这个状况啊，其实你说美国它能不能去改善它自己国家的经济状况，目前为止是比较难的一个状态。而现在包含的是特朗普他进行了一个移民的变化，比如说把一些非法移民啊变成自愿离境啊，每人提供1000块美金，他们自己回国买机票回国，缓解他们自己执行压力，这个对不对？这个其实是可以合理的事情啊，不是说特朗普做的都是错了。他让那些非法移民啊，我给你钱，你自己回到你家，我送你回家，机票不用钱，然后我再给你1000块美元的零用钱，然后你就回家，这样行不行啊？这个其实算是一个德政，那个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他有没有考虑到，就是说，即使他这些工作都空出来了，让美国人，而且真正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能不能去补那些的非法移民的他们的位置呢？这个是很困难的状况。很多人说老师那个你不懂啊，在美国有些他们老师我现在过有神仙般日子，那是因为赚钱的不是你。很多可爱的大姐还是觉得说她日子过得很好啊，美国就是一个什么与世无争的地方。姐，我真的是想跟你讲，你的钱不是你赚的，你的钱是从原来你母国搬过去，还有你的老公、你的其他亲朋好友赚来的，不是你赚来的。你真的去赚，你1个小时能够赚多少钱，那个是很现实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一个麦当劳的东西，你就算你1个小时假设有16块美元，但是有些州你也只有8块美元。这些事情你是可以去做，但是农场那边你只有5块到10块美元的状况，你1个小时，那这些事情老莫可以做，对不对？还有那些大侄子们可以做，华人大侄子可以去做，那些非法移民可以做这么低阶而且这么低薪的工作，而且他还不用去跟你缴保险的状况，他们可以做这些事情，因为他们打黑工，打黑工的话他还不缴税。是不是直接落袋了，对不对？2000美元就2000美元了，是不是？他不给你缴税的。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那你让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进到这个东西去农场里面，你请问一下，他5块钱、10块钱美元的收入，而且还要用高劳力的状况之下，他愿意去做吗？没有人去顶这个位置，只要有人去顶这个位置，它的报价至少15到25块美元之间。你15块到25块美元之间，那你不是爽到这些资本家，你也不会爽到这些百姓，因为这个事情就根本就是黄掉了。因为我花这个钱去请你来工作的时候，我的成本就垫高了，我成本垫高了，但是我的客人愿不愿意垫高这个钱，那就是个问号，你知道吗？这是一个问号。所以说没有配套方案的状况之下，你就很容易让你的经济产生了失衡。所以说啊，
慢慢来，有时候是最快的方法。很多人来找老师问，都是希望老师我有没有快速致富、快速翻身的办法。老师只能在这边跟各位去讲，如果你现在过得不好，你现在失败，请理解一件事情，你以为是因为瞬间所发生的，没有，所有失败都是累积来的。任何一个的失败、还有失恋或任何一切，它都是累积来的。没有一件事情它是今天突然来的。所谓地裂开来，它也是累积来的，懂我意思吗？地震是不是突然来的？不是，它是能量的累积。你的失败，任何的事情，你都是累积来的，不会是虚做出来的，不会是好友来的变出来的，不可能。失败是累积来的，那么你成功当然是累积来的。成功怎么累积来的？累积来了你的阅读，累积来了你的阅历，累积来了你一些为自己充实的东西。你所学的东西没有一件是浪费的。我说实在的，很多人说老师你好像学不5G，对不对？我的客人有双博士的，我也不是博士啊，是不是？那为什么人家觉得是说，我觉得我陈老师还不错？原因就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学习，我无时无刻都在拜师，我无时无刻都来买书去学习。各位，我买的书真的非常多，只是现在没有那么多实体书了，我都看电子书，然后听书、电子都有。我每天都在进修，我是每一天都在学习。各位，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是每一天我都让自己多学习。我没有一天休息，是说我今天完全放空，完全什么都不做。有了还是有了，可能就几天的时间，不能说完全没有了，有时候就还是有。过年嘛，那可能就没有了，对不对？但是至少我可以跟你保证，我60%到70%以上的时间，我是要求自己每一天你都得学一点什么东西。我工作可能不一定有进展，但是我学习我每天不能停下来。为什么？因为我给各位啊，对不对？各位来看我节目，都希望从我这边得到一些什么事情啊？那我怎么给你得到一些什么事情？靠我原来的东西吗？不够啊，因为时代在变啊。我要不要增长？我要增长，我才能给各位多一点东西，都是这样子的。美国的问题也是在这个地方，他现在问题并不是通过潜在这些非法移民，然后他们的职业空出来之后，立刻美国人的本土人就可以提升他的就业率，那个是很难的，因为它是高劳动的低收益的一个事情。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什么？就是美国他自己的社福系统是有非常大的问题的。就让各位知道，在这次的马斯克他去清理这些所谓的这些陈年烂账啊，他清理出来很多东西是不能够讲的事情，但是他还是去把它做出来了。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他发现有一个一直常年去领社保，每一个月领3000块美金，这个人是什么呢？他参加过南北战争。跟过林肯，跟过华盛顿，还跟过越战，还打过韩战，还打过伊朗战争，还打过阿富汗战争。300多岁的老人，他每个月领2000块美金，这个就是美国社福系统的问题。各位，林东老师意思吗？这个你知道，光你那个150岁以上的人，他居然占了几万人，你知道吗？占几万人，就是他是100多岁的。那么你不要跟别人说你根本都已经往生了，然后你的这些账户还是不断的进钱，但有人一定有人去领嘛，对不对？甚至它的系统是非常老旧的，老旧到是说你可能在换日交接的时候，你拿骇客去攻击他，你还能够去制造更多的假身份，然后得到这些所谓的社福基金，对不对？那问题是这些社福基金里面的东西，你不但是有人为的道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管理社福基金的人，他还可以轻轻松松的把这些钱搬运出去投资，说我要让我社福基金赚钱，我才能够有更高的收益，去给我们未来要退休的人。但是没有啊，比如说那个某一个州这个哪个州我突然忘了，我整理出来忘了把它记录下来。他去投资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公司，对不对？但是那公司后来倒闭了，10亿美元也打水漂了，是不是？他会不会被责罚？不会啊，因为他是合法合规去投资啊。但是一投资那间公司就倒了，你这个东西你们没有猫腻吗？对不对？那10亿美元就没有了，那10亿美元就给那些金融公司的时候，大家分一分了，就多分一分，多分都没有了。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很多老人家他们还是必须出来去加油站，必须去麦当劳？你以为只有日本吗？没有，对不对？那个民主国家，所谓世界的灯塔，它也是一样，老头子老太太他也得去上班，因为他们的退休金是不够的，而且物价也飞涨，他们没办法活下去了。房子不是你的，因为你以为你全款缴完了，但是你每个月的税金还有保险，你还是得继续缴啊。我们在台湾，我们在中国，你房子要不要买保险，要不那是你自己个人的决定，对不对？但他们不是啊，你保险你得缴啊。房屋税你得缴啊，还有税金你得缴啊，你不缴不行啊。台湾房屋税才几千块一间房子，才几千块，你豪宅也不过几万块，他们那边每一个月的几百块美元的一个那个房屋税啊，是不是？你还不要说有些地方你还需要找那个什么物业费等等之类的，所以很多东西你是生活是尬不过来的，就是因为他们国家是腐败到你已经没有办法去翻身了，就跟大清末年跟那个明朝末年是一样的，就是官吏之腐败啊，你的所有的账目是完全的不清。
马斯克他一定会被清算走。他在上台之后，我跟各位讲过，我说我不是政治台，我是一个命理预测台，我就说百日维新，马斯克一定最后被清算了，他没被清算掉，一定清算他。为什么？因为你动到别人蛋糕了，你本来就不应该做这些事情。马斯克去质疑美国的参众两院的议员说，你凭什么？你当议员才几年的时间，你竟然增加2000万美元的资产？立刻参众两院立刻通过一个法律，就是说没有人可以去查参众两院你们的个人资产，没有阳光法案，所有议员的资产都是秘密，这合理吗？这可以吗？这可以这样做的事情吗？不是应该所有的一些代表百姓的这些喉舌的议员，你们要证明自己的廉洁，我是为公付出、为国家付出、为百姓付出的吗？你的财产为什么不用申报？为什么不能摊在阳光底下？不行，对不起，美国是不行的。你刚刚立法瞬间通过，没有人可以阻挡这件事情的发生。民主党他也没有办法去反驳他，因为他自己也是被监督的人。所以他为什么被清算掉？他自己也赔了1000多亿美元，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你跟去整肃大清朝末年跟整肃那个明朝末年结果是一样的，整肃的人一定被整肃掉，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们就整出这个找出问题来的人，这是必然的。说即便你只能缓制，你没有办法是大刀阔斧就想改就改，听起来很痛快，对不对？我们拆切到后来戊戌变法，你一定是完蛋。美国就遇到这个事情，所以说美国会不会它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那个是没有办法变化的事情，因为它就是已经亡国的状态。那下一个总统会不会更好？有机会更好？比如说现在加州州长纽森，他就很想去怎么样去问鼎这个白宫的这个位置，他能不能成功？我相信他去问鼎的话，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开个命令明天谈判，但是我是比较看好他。但是他在未来的4年之后，请问一下，那个美国还能够维持现在的状态吗？那就有困难了，因为下个月你就是长债跟旧债到6兆美元，你要必须去还了。你除了借新还旧之外，你还有什么办法？你几乎是没有办法，你就只能硬吞下来，把钱缴出去，他不会缴不出来的。不用听那些很奇怪的名嘴或频道讲，是说美国一定会倒债，美国不会倒债的。他还你的钱是美元呢，你觉得他怎么倒债呢？他不会倒债，联准会一定要把钱印出来还给你，这是一定要的。但是他的美国的殖利率就会变高。所以现在的状况之下，就是美国他现在必须要赶快去谈好他的一个关税战。所以说5月9号到5月12号，包含今天在内之间，就是美国跟中国之间在谈这个贸易的协调的事情。这贸易协调事情会产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我告诉你，这个谈出来的事情，美国现在他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让步，但是他不能让太多，对不对？按照川普的手法，他必须要讨回面子，你只要面子给他了，他就愿意去让一些步，然后再给你为难一下，然后给你让一些步。这是川普他个人的一个人格特质。对的，他就需要脸，他就很需要脸面的东西。那中国今天已经摆明了，跟他全部的国民讲，我们不贵，意思就是你美国不降，我们没有什么好谈。你降50%，那我也降到50%，那你有什么差别吗？我说实在的，美国的进口关税如果还是维持在50%，那跟现在其实差异不大，差异是不大的。各位懂老师意思吗？那美国降50%，那中国的商品你们降50%，对方你们都是需要的。但是中国降到50%，那美国的商品还是很多国家可以取代。而且美国最强的东西就还是2样，大豆还有牛肉，这个东西连阿根廷都可以取代你，更不要说巴西的，对不对？都可以取代你啊，分分钟取代你，那个没有什么问题的。全世界农产品那进口一定很好进口的。光纽西兰，你会不会因为要挺美国，你不给中国进口牛肉吗？不会嘛，不会不给中国奶粉嘛？不会嘛。澳洲会不会不给中国这些铁矿？也不会嘛。是不是有本事你就澳洲制裁中国铁矿啊？这铁矿不准卖到中国去啊？你能不能做到？不行。所以说现在中美状况之下，它其实要谈到好的状况之下，其实是不容易的啊，不容易，不能说完全没机会，但机会真的是不高，20%吧，我估计就20%，甚至它的降幅大概顶多到30%。你要说立刻到位那很难，但是美国确实是需要一步到位。你要挽救到美国所有的经济状况，就跟老师之前所讲的一样，美国必须所有的贸易大开放，欢迎世界各地用极低的税率来美国投资，极低的税率来去让美国卖商品，让百姓的所有的一些生活压力可以立刻的降低，百姓的生活压力降低了，那么他才有办法创造出更多的产值的机会。你要做产业转型，你要做其他事情，你才会有其他有喘息的空间，甚至你美债才能够卖得出去。因为当大家都没有这些关税的状况之下，他一定很希望把东西卖到美国，让美国人去买，然后对他们讲有没有汇率差，他们赚的一定是很饱。但他们只要赚得饱，他们拿到的钱就一定是美元。
我跟美国做生意，为什么我拿到不是美元？一定是美元嘛，对不对？我拿到美元了，那我会不会希望你美债倒？我就不希望你美债倒，对不对？那每个国家都多少再多囤一点美债，或者给你置换一下美债，从短年期变长年期的，那在美国不就喘过气来了吗？他要的就很简单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让全世界加大对美国的顺差，让美国接受更多的逆差。在这个状况之下，大家才会珍惜他手中的美元。如果你的关税一直是这么高，大家很简单，我就慢慢处理掉，慢慢抛售到手中的美元。现在的趋势就是这样了，大家开始逐渐的去抛售美债，甚至跟中国签订的就是本币交换协议。像那个阿拉伯跟中国签订的，就好像500亿美元，500亿，相当于500亿的那个货币互换协议，对不对？意思就很简单，货币意思就是什么？我拿你的钱去买你的东西。就这么简单。那我现在可以跟中国买东西，那我拿人民币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拿人民币了，我就不需要拿美元去换成人民币，然后再换成我自己的钱币，我就不需要三角换汇了，我就没有汇差，没有汇损了，对不对？我直接跟中国换，我货币稳定啊，因为中国太强大了，是不是？它现在中国唯一最大的风险是什么？不是中美贸易关税战了，各位可能有点误会了。现在中国最大的风险就是台海战争。台海战争这个问题才对中国是最大的风险。如果美国想要去让中国产生动乱，那一定是要引起台海战争，最好是要见血那种。没有见血就糟糕了。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是说，印度跟巴基斯坦打这一仗状况之下，台湾不会赢的状况已经更加明显了。所以真的打起来，我看台湾，我觉得我们的接受度很高啊，我们改朝换代接受度很高，因为台湾一直在改朝换代嘛。我们觉得我们接受度都越来越高了，为什么？因为看到巴基斯坦把印度打了七荤八素的，我们就知道那个东西是没得搞了。所以美国现在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变得是很负向的啊，都变得很负向的。所以当时老师在特朗普当选的时候，我就说，你让贺锦丽上台，立刻完蛋啊，美国立刻完蛋，这个我相信我不会错。但是你让川普上台会比较好，好个1年或半载，对不对？百日维新之后，你看他今年能够好到哪里去？而且看1月20号上任嘛。对不对？你到7月20号，那他就是满半年。你看半载他会不会把美国玩挂？不用等半年了，现在都差不多快挂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挂。为什么？因为他跟英国签订了协议啊，英国准备签订协议了，他们还没有完全签订。这我们直接赶快说一下啊，靠别人我今天怎么讲那么长？我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哈？被消音了吗？各位好像刚有暂停住哈，现在应该声音都还有嘛，对不对？我看声音都还有。哦，7月之前脚镣可能都带上了，是谁啊？我不知道。有孩童拍拜免批的天下父亲做功课了没？啊，我不懂你的意思哈。我不是很在意台湾大罢免的事情啊，这个事情我真的不在意。我说真的啦，这个台湾政治谈，这真的就那样子，挂牛早上真的是啊，是不是？那个我没有什么兴趣啊。哦，来。台次海鲲号很多的问题，当然是这样。潜舰国造有很多问题需要处理，我们的技术也跟不上，这很多事情了，好吗？好，那我们糟糕10点了，我们还一半没讲到，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各位，10点了，我们还没讲，还一半没讲到。我现在准备了10页的文件，我现在讲第4页，怎么笑？哦。好吧，我靠，我的欧佩跟加密货币那些都还没讲到，然后就差不多时间就到了，哎，真糟糕。来看各位什么问题哦？贺锦上美国完蛋，是因为贺锦丽他没有办法去处理经济的问题。贺锦丽他本身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超级无敌宇宙霹雳大草包，他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了解，什么都不会。川普比他强不下10倍，你就知道贺锦丽多废了，你知道吗？贺锦丽，但是我会说他会选上，那谁知道我最后1个月没有看到刘越啊？那我错了就错了，也不能怪什么。但是川普比贺锦丽强不上10倍，你就知道贺锦丽多废。这么废的贺锦丽，他上来什么都完蛋啊，这个整个经济立刻崩盘，立刻就完蛋，那个没有什么好说的，那个绝对是这个样子，好吗？美国体制不好，早垮了，神仙篮球，这是神仙篮球，那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那我看有什么可以先讲的哈，不然我下礼拜明天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讲。哎，我看一下哈。所以说，我们刚才谈到美国这个事情啊，我们一件事情是必须要去讲的一件事是什么呢？现在美国啊，它的消费者信心是崩盘状况是蛮严重的哦。各位不要想看是说百姓的民心啊，民心啊就是天意，这个事情是绝对的，民心就是天意。但是每一个人在这个所谓的民主社会里面，每一个人都认为他自己就是民心，他自己就是天意，没有哈。民心这什么东西呢？民心会思变，就是你吃不饱，吃不饱就是民心。
你吃不饱的明星就是要把你干翻，就是这么简单一件事情。所以说美国现在即使它的非农数据很亮眼，各位非农数据现在参考价值并不高，你只能参考股市，但是实际上对美国的经济参考速度并不高，因为他们是重复就业。过去很多人说啊，美国就是自由，就是一天只要工作个6小时到8小时，然后就可以怎么有个大 house，然后养3个小孩，然后老婆还不用上班，他们就过得幸福快乐。啊，没有哈，那个这不知道是哪来的一些谣言。那在过去就在50年前的美国也没这么好过啊，对不对？你说之前有好过，那是在底特律时代，那个他们制造业还在的时间，那可能还有点话讲。你制造业离开之后，谁能够是说一天工作6个小时、8个小时，然后你就过得很快乐，对不对？有的话，他本来就有家底的人，你不要以为说他现在工作就可以弥补他自己，但是他之前有家底，不代表他现在也可以。所以说，他很多人是必须重复兼很多的职，所以他的非农就业数据非常好看。但是，包含了密西根大学，它对于消费者信心指数啊，它是降到61.4，而它之前新一个民调是67.9。所以他的一个状况是，民心是非常对美国社会非常不安的。民心思变，他的国内不可能会太安全。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能只看这个民调，我们要看实际的。实际就是美国现在的信用卡违约率飙升到2009年以来的新高，这跟美联储他所说的经济软着陆啊，它这个完全不能搭嘎。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当你的信用卡如果已经开始违约的状况之下，代表说它付不起。而为什么2009年来最高？因为2008年的金融海啸嘛，懂了没？2008年的时候，老师那时候还穷，说已经大家只是变成大家一起穷，跟老师一个人穷没什么两样，是不是？对不对？你在那个金融危机的时候啊，其实大家都不好，那我一个人不好就不算什么不好。所以在那个时候，他那个是违约高，因为那美国发生了雷曼兄弟那个次贷风暴的状况，所以他就变得很糟糕。在那个糟糕状况之下，但是违约率就高。但是到现在已经脱离雷曼兄弟很久了，到2025年了，对不对？你还是开始攀高你的一个信用卡违约率，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就容易产生是说你的金融会产生的调控失调，因为不要小看它增加了10%的违约率哦，它的信用卡违约增加了10%，你这10个百分点就等于是说银行多了10%的坏账。各位你要知道，这多了10%的坏账，多10%的坏账，那不是说以后我不跟你往来，以后你没有信用，这问题那么简单呢？之前银行所垫出去的这些钱，那是真实支付出去的。假设他这个假设他这个总共有1000亿美元的信用卡账在上面，他现在立刻找了100亿的坏账，100亿，你以为这赚钱那么容易吗？100亿的账就突然消失了，因为百姓拿信用卡去刷卡去撸一下，然后我就把东西拿回家，东西拿回家了，厂商也收到钱了，对不对？消费者拿到东西，厂商拿到钱了。好，那钱谁去付的？那当然是信用卡公司跟银行去支付这个笔钱。那后来你客户付不出钱来了，是不是？你不要说你利息是5%、10%、20%、25%，对不对？我付不出钱来，那所有账都变成呆账跟坏账，没有错。他以后不能跟银行往来是没有错，那是他个人的问题，对不对？但银行这坏账是实打实的，他一刷这2000多块美金就往哪里去找啊？加上现在很多的人是必须连吃饭都得分期，为什么？因为他钱不够，涨价让我分期吃饭分期嘛，对不对？就是美版花呗啊，就这么简单一件事，美版花呗，对不对？我分3期去吃一餐饭啊，这样看起来好像我的负担压低了，但是你只要是分期，你只要是负债，你后来的代价都是变得很高的，那个是一定的事情，那个没有什么好说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那美国的金融体后面也会有很多问题。那当美国金融体出现问题之后，它能不能再去支援国债呢？美国的新的公债去购买了，那是不是就有压力？因为没有钱去购买公债，那公债变现力如果也不好的状况之下，我买来这个100万的美元，那我以后卖出去只能卖98万、97万、96万，那么请问一下，我要怎么去变现呢？那等于说变现也不好，那它的金融问题就会变得更加严重。所以说，不光是美国的国债问题啊，还有百姓的生计的问题，还有就是说银行的周转性的问题，都会产生很大的危机。而赚钱的当然就是那些官商勾结的资本家大头。他们可以赚钱，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就拿这些钱来到处做杠杆，你怎么赚他们都赢。各位董老师，怎么做他们都赢，那你要怎么去玩呢？百姓一定是完蛋的事情。而在这个状况之下，日本也是一样哦。日本现在也有一些政策的会有一些问题，虽然它的利率是维持不变的，但是日本的 GDP 啊，它预测从现在1.1%也会降到0.5%，对不对？这是会有一个问题的哦。这日债的波动指数啊，已经升到安倍晋三经济学以来最高水平，也就是说它的公债也不好卖。因为它的公债是对内销售的，所以这个事情也会去产生。所以在很多问题状况之下，你的亚洲经济依靠美国的经济啊，连带都会不好，连带都会产生的是不好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因为美元不再强势，美元不再有真正的价值的时候，任何跟美国靠很近的国家，任何想跟他去配合好的国家，其实都是完蛋的。
印度它其实这个，我觉得他真的是没有想清楚，他一直还是把欧美变成他们之前的主人，他们的 master，对不对？那这还是觉得说，只要白人在，我们世界没有烦恼。你现在印度莫迪去扒上美国，根本一点好处都没有。那这自己都破产了，你还跟他急着跟他做生意，那能行吗？那当然也是不行。哎，也不能说不行了，毕竟印度自己也可能快破产，两个快破产人站在一起，那就破产吧，那只能一起破产啊，那个事情就变得很大很大的问题了，好吗？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美国包含了汽车贷款、学生贷款，还有房屋的净值借贷，这个房贷啊都会变得很高。所以说，包含了说之前我们看到那个宽松的时候啊，它的那个二手车市场很好，但是现在的拖欠率已经升到3%了，连二手车它都缴不出来了。哦，所以说这个就很大很多问题。而学生贷款呢，它的违约率提高了20%。各位，学贷哦，它没有还学贷。美国的学贷这叫万年贷，这一生生世代，你没有到个60-70岁，你可能学贷都还不完。所以说，现在美国的联邦学生贷款啊，它的违约率提升到20.5%，等于是说有400万的美国人，他让他自己的学贷逾期超过了90天。哦，预计啊，2025年啊，他们总共的违约人数啊，会高达1000万人。1000万人呐、1000万人会违约，那请问你学生贷款那些账怎么算呢？那个账就很难算了，各位懂老师意思吧？因为人数多，是1000万是人数哦，不是金额哦，1000万是人数哦。那1000万每一个人去加一点减一点，来加利率，那银行的坏账你要怎么去打？那都是问题。说拜登之前要打掉学生贷款，那本身也是一个很愚蠢的一个事情。你可以降低利率，但是你不应该让他学贷消失。你应该是降低利率，因为它学生贷利率有的高达25%，那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哦，那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说现在美国总体来说遇到了高利率跟通胀的双重挤压，还有就是说它的金融机构本身的问题，还有他们国家内部的腐败的非常的严重啊，造成了整个状况造成了没办法去调试的问题哦，所以说哦糟糕讲不完了，所以这些事情都是还蛮严重的状况哈。哎，糟糕，还没讲完，重要的还没讲完呢。好，感谢曲老师，感谢曲老师哈。我跟各位多借10分钟的时间哈，这个有些事情是比较严重，我写到标题上了，我没有讲到，我觉得我对不起大家来听哈。这事情是比较重要的事情。那社会体系我们都玩，接下来就是英美之间啊，哦，那他就是要去谈的一个事情。那你说英国跟美国他们谈好这些事情啊，那其实对于英国来讲有没有好处？是有的哈，因为他们包含了汽车跟钢铁的关税，他们就有谈的。比如说汽车关税，哦，汽车关税啊，美国对英国的汽车关税啊，从现在27.5%啊降到10%，也就是它所谓的最低关税10%。那这也可以适用到每一年前10万辆出口到美国的英国汽车，超出的部分啦，还是要25%，也就是说每一年前10万辆是低税的，就年初你呢就可以有享受税率优惠，但是呢，如果到了年中年底，它可能超过10万辆之后啊，它的税率还是25%，然后汽车价格就变高，那至少你有开头嘛，对不对？你有开头，毕竟是央格鲁中心会嘛，所以这是你的大堂哥，你不给他一点好处是不行的。而英国对美国汽车零部件的关税啊，也是取消了航空发动机这些关键零部件的关税啊，比如说劳斯莱斯的发动机等等之类的啊。英国对美国的一些零部件是取消关税的，那这对英国是有好处的，因为他们的替换率高，那么他们对他们自己的汽车的工业是有帮助的。而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情呢？最重要的事情是美国对英国的钢和铝的25%的关税降到零关税。各位，前阵子啊，英国最后一间钢铁厂啊，才刚刚的熄火，现在又可以开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它因为有这个高关税状况之下，英国的钢铝啊没有什么的竞争力那现在呢就可以重新点火了，因为它把它变成零关税了。所以说啊，现在英国它只需要去在合约上，它只说英国需要确保钢铝符合美国供应链的安全需要避免未来被加征关税。意思就是呢，我们再好好谈有的瞧就瞧以后我要做什么事情，你配合我一点。那么你的英国的钢铝啊，你就可以进口到美国，所以英国那些伯明翰或者其他地方的一些钢铁厂可以慢慢的开始点火就开始有些机会了。而在他们英美之间双方也开始互设1.3万吨的牛肉有免税额未来可以逐步到互相牛肉有11万吨。那当然，英国说它不会有降低食品安全标准，比如说你的那些瘦肉精或者狂牛症，他们还是会去找。那接下来就是英国取消对美国乙醇，也就是酒精啦、酒类食品啦它的一些关税就变成零关税了，所以说它可以进口美国每一年大概14亿升的酒精来用于他们的啤酒生产，那当然也是有好处的。而英国也承诺了未来会采购100亿美元的波音飞机这个就有点该怎么讲，也不能说有点不好了，因为毕竟它离它近的采购有优势是法国空巴。
那如果你要跟美国波音去买，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优势啊。但是呢，美国也对等取消英国航空的零部件的关税，也就是说呢，英国生产的零件到美国去维修啊，也是可以免税的。说这个东西是互惠一个状态，但是整体来说啊，他们央行中心会啊，只是互相给面子啊，互相是说，哎，我们至少我跟你谈成了，对不对？那其他人就有个榜样了，是不是？那就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了。而其他部分呢，包含精简了英国的科技业进入美国市场的流程，但是呢，他没有谈到这些数位关税啊，比如是说你那些网络上的广告啊等等之类的，这个还没有去做到这些事情，或者网络销售这些事情啊，还没有去讲。而美国啊，它在其他的部分啊，刚才没有讲到的部分啊，还是对英国商品维持10%的对等关税。这个呢，就没有什么可说好可说不好了。这个10%的关税对英国来讲，其实它其他也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卖了。说真的也不多了，是真的不多。你说衣服啊什么东西的，那10%的关税那是还可以的事情。而这个对英国有没有利益呢？其实还是有利益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看汽车行业，2024年英国对美国的汽车出口大概9.8万辆，所以说它跟美国给它的配额几乎覆盖它所有的出口量了。因为刚才讲的就是10万辆嘛，对不对？它现在只有9.8万辆，所以说基本上那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包含捷豹啊、路虎啊等等之类的啊，它可以每一辆车可以省4500块美元的关税，所以它等于是提高了15%的价格的竞争力，那还是有的啊，这个其实 OK 的。那路虎嘛，其实路虎基本上不止大陆人喜欢嘛，其实它在世界上都是蛮受好评的。我记得好像中资吧。还有就是说，它的英国牛肉啊，第一次是被允许进入美国市场，但是配额很小，1.3万吨，其实也没什么好购置的，是没有什么状况。但是他们两个最大的用途还是在于是说，英国它需要美国不要让它破产，那美国需要英国立一个榜样，所以有谈的我们就有好处，但是未来能不能谈那么大的好处，那就不一定了啊，真的那就不一定了。各位啊，我们讲到一件故事，就是什么历史故事？你汉武帝啊，他刚刚建立汉朝，刚刚大一统的时候啊，其实他面临到一件事情是什么？他的部下，他的一些将军想要推翻他。刘邦没有位置那么稳他是个流氓皇帝他的位置没有那么稳，对不对？那他就问张良是说，大家都想反我，甚至要把我暗杀掉了，他觉得大家分封不公了，对不对？每个人都想当王，那哪那么多王可以当啊？是不是？那张良啊，就跟他讲是说，你最恨谁？他说最恨雍齿，雍齿是他以前的发小。所以他觉得雍齿跟他讲，早次跟他对着干啊，每次差点要他的命，他最恨的是雍齿。那他说，那你就先封雍齿，那么大家就会服你，对不对？他后来就先封雍齿之后啊，其实他要造反的将军啊也就算了，反正雍齿这么招人恨的人啊，他都有位置可以封了，他都封侯了，那我当然也不会太差，我比雍齿强那么多倍，是不是？谁知道后来刘邦就把功臣全部干掉了。所以说，美国现在追英国做法就是一样，封庸齿是一样的意思，对不对？我就让你说，英国已经跟我签了，他有得到好处了，那么其他人你赶快跟我谈，你们也可以得到好处，那大家就要借驴下坡，是这个问题。那事实上能不能达到这个问题呢？大家还是在看中美贸易之间的协定是不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所存在的事情。所以说现在问题就是在英美贸易啊，在保护主义之下，他现在做的是一个。所谓的相互保证、相互做梗，也就是中青会兄弟啊，彼此给彼此之间握手，做个展示。然后我们感情很好，大家相信我们，对不对？继续投资我们中青会，意思是这样。但他没有把加拿大拉进来，没有把澳洲拉进来，我觉得就是可惜。这时候美国你不能够只去拉英国，你应该把加拿大跟澳洲一起拉进来，显示你们央格有一条心。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你横向都已经整合起来了，那么其他地方的纵向你才整合起来的几率才会比较高。但是他没有做这一点，就真的是可惜啊！想慢慢谈的，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可惜的地方。而现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继续讲一下，各位最后3分钟、5分钟的时间哈，这一定要把标题上面有讲完啊，这是给大家的承诺哈。所以现在中国跟乌克兰他们已经签订了一个协议就是它就是什么样的？第一个就是说他们建立一个重建基金重建投资基金。那这个基金啊是各自美国跟乌克兰各占50%，讲起来非常公平，虽然非常的平衡，但是美国可以通过附加条款实际掌握这个基金使用跟建设的权利。也就是说这个钱怎么花是美国说了算，我们虽然各占50%，但是我不需要你同意，我想干什么我他妈就干什么，我不需要说你乌克兰你不好，你要干，你的决定，或者你觉得妥不妥当，不管你，哪怕是说美国觉得说我拿这1000亿去买一个10块钱的东西，你乌克兰也得付另外的一半的钱，对不对？1000万里面500万你乌克兰得付，哪怕这东西价值10元，你乌克兰也得付啊，就是这么夸张的意思，就是乌克兰完全没有决策权，就跟大清朝以前在8国联军之后做的那个港口那些协议是一样的，对不对？你这些关税是外国人讲的算，不是大清朝讲的算。所以要怎么去经营是别人讲的算，不是大清朝讲的算。
那这个原因就像这个样子，说它基本上它丧权辱国的不公平合约，所以说它的基金里面还不受乌克兰的税费约束，所以说呢，我既不用跟你缴税，而且我要怎么用这个钱就怎么用，而且我做什么事情乌克兰你得出一半，你没有钱我可以借给你，然后你再付我利息就好，这跟我们之前讲的一模一样，对不对？老师之前就跟他讲了，只要美国签进去的事情就很简单。就是呢，我跟你一起出钱，但是你出不了钱，我借给你，你要付我利息。所以说呢，我总共加起来的钱呢，75%都在我身上的利益，因为我要买什么东西，我不需要经过你同意，而且你就必须要出钱，你出不了钱，我借你嘛。那最后美国已经占75%的利益，这个是非常的这些民族的做法，没有什么例外的，没有什么意外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就发现了是说。这个美国它基本上是把乌克兰吃干抹净，而且美国对于乌克兰境内的所有的资产，包含稀土，它有优先开发的关键资源的权利。等于说这些稀土由美国先来开发，所以说乌克兰现在宣布是说，我短期之内我是没有办法还欧洲这些军援的钱的。说这个礼拜里面，我们看到欧洲对于乌克兰所有的消息基本上都熄火了。为什么？因为过去还想说大家都要停战了，对不对？我赶快帮助你，然后嘞，我们多少分一点资源。现在没有，美国是我通通都要，我都要，是不是？我小孩才做选择，我全都要，是不是？报纸都上升了，他全都要。所以欧洲现在都熄火了，我支持给你多少，这钱丢水里了，那是完全没有收获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看到中美贸，我们看到那个世界关税战，欧洲还是要对美国做出一个比较强硬的措施。为什么？因为你把乌克兰的东西全部吃干抹净了，全部都是你老美所拿走了。那我们跟着你一起打这个乌俄之战的人，我们既赔了夫人也折兵，我们什么都赔光了，然后利益是美国自己全拿了，全拿。各位，老师讲的并不夸张，美国是全拿了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东西哦。所以说未来包含的是说，以后你美国做的军事援助还有债务捆绑啊，完完全全都是拿什么乌克兰它里面的所有的任何的东西，包含矿产都要去还这些的债。所以说乌克兰基本上已经变成了美国单方面的，而且是唯一国家的砧板上的肉，没有人可以来分。那我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军你必须会变成你要付出更多的军事援助，如果你不给，欧洲也不会给，因为他也拿不到钱了，他已经确定他拿不到钱了，几十年内他可能拿不到钱了。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你把乌克兰的所有生路都给他堵住之后，那么俄罗斯他进军没有抵抗的，我告诉你，俄罗斯接下来的进攻基本上顺水推舟，打到哪就是到哪，没有什么好疑虑的事情，因为美国他不会再给乌克兰更多的东西。因为你抵押品这些东西你慢慢签，而且我钱也没那么快到位，因为我现在也没钱，我下个月就要破产了，你妈我还给你钱，是不是？我给你名义上有钱，但实际上没有钱，那么后面事情你怎么推进呢？说这个当那个美乌啊，他签订这些协议之后啊，就等于是什么？等于是中断了欧洲可以向乌克兰去索取的这些稀土，基本上是没有的啊，欧洲就没办法去跟乌克兰去拿到稀土这些开采权，就变成完完全全的啊，因为他们有21种稀土嘛，比如锂矿啊之类等等之类的，就变成美国优先开采，欧洲啊，你跟我美国谈看能不能愿意给你吧。所以说欧盟就被迫跟去非洲啊，或是他们自己的国家里面去找稀土的资源，但是它成本啊，你就被漂洋过海，你成本增加至少30%到50%，所以这就没有办法去让他们的新能源可以转型，因为没有稀土，你没有办法研发，不是说没有稀土你没办法发电啊，而是你没有稀土一些科技用品，你没有办法研发出来，没办法研发，你怎么让你的新能源，无论是风力、水力、太阳能或什么东西，你都会停滞起来，因为你没有足够这些锂矿这些之类的东西来做研发。研发都没有了，你怎么样商用呢？所以你就变成你还是仰用石化材料，石化材料现在又被美国去让这个北溪2号那些东西又没办法处理，你怎么办呢？那都完蛋了。而且要注意到一件事情是，欧洲的汽车业它是非常依赖乌克兰的石墨，因为乌克兰的石墨占全世界7%，所以说如果美国啊它都全要了，而且还限制出口了，那么也会导致欧洲未来的电池成本啊上升15%到20%。所以无论是什么 BMW 啊，或者是 Volkswagen 啊等等之类的哦，他们就要提高他们的成本，因为他们电池来的不容易。那么跟谁买？跟中国买咯，那就变成跟中国买了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国虽然是想要去因为乌克兰战争的问题，让他取得所有乌克兰的资源，让他自己独强独霸起来，然后呢，看能不能去跟中国分庭抗礼。但是在你完全分庭抗礼之前，你第一个你开采投入很大的资金，第二个是其他国家它必须
被你半强迫了去增加对中国稀土的采购，或者是一些科技用品的采购，那么他只要就把钱花在中国身上，中国不就有钱去研发了吗？不就有钱去养那些科学家了吗？他不就越来越成功了吗？所以说，你整个全世界的资源啊，反而会因为美国这一次的贪婪之心啊，他就让他整个世界的资源更加倾向在亚洲部分，因为只有靠亚洲，又是靠中国，你才能够得到更加的廉价的能源、廉价的东西，你才能够让你自己的国家通货膨胀不会这么高。如果现在再按照美国方法去走，他让欧元，让欧元对美元，然后你又没有优势，然后你又没有能源，然后你又没有稀土，那么以后还有什么好玩的？对不对？英国就是那个英国本土那几个小岛跟北爱尔兰，这就爱尔兰就没有了。就是英国它现在其实并没有世界上的话语权，但是欧洲有，所以说欧洲现在对美国态度是比较硬，硬有什么用？川普不怕你，为什么不怕你？因为我根本就不懂他里面利害关系。川普是完全不懂里面利害关系，他只知道我好就好，我管你好不好，对不对？我个人好就好，我管你好不好呢？是不是？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对于整个世界局势来讲，会变得非常糟。不要小看是说乌克兰已经乌俄之战已经打到没什么好打了，好像对我们没有影响。这个一影响就是在于是说你在欧洲的生意或欧洲的家人或欧洲的生活都会产生很大很大的一个变化。而现在最好最安全的地方啊，其实不外乎啊就是中国，而且是靠西安那个地方，陕西省啊或者云南省啊。或者四川那个地方会比较安全啊？为什么？因为你越靠西边啊，其实对未来我们推背图所预测起来的是越安全。那是不是真的这样？我们要就时间验证。但是啊，远离地震带，我还是说远离地震带哈，这是远离地震带啊。这地震这个事情啊，我最近耳朵快被戳烂了，你知道吗？耳朵快被戳烂了。所以这里来讲，我们看到今天所有的事情啊，都彰显的是说我们整个世界啊，它更加的混乱啊，更加的没有办法去整合到我们现在所有一切我们该整合的一个事情，好吗？好，不好意思跟大家本来接10分钟就要接到25分钟了，不好意思哦，那个我们时间到了。那么还是讲一件事哦，我们补财库法会你还没有报名的赶快报名，因为我们下个礼拜可能就要停止了，因为我们22号举办嘛，那20号如果20号我们就得停止报名了，因为我还得去准备一些补财库所需要用到的东西哈。补财库啊，就在我们的原神光那集里面讲的是一样的啊。补财库其实这一年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离斗啊，我们的五方草原补运法会啊，它是增加你元成功还有你自己本身的精气神的能量啊。本来是说你可能今年流年不好啊，你扣20分，那我的这些五方草原至少可以帮你补个10分嘛，对不对？那你加上你其他的时运高的时候，你可能就可以上岸了，是不是？可能你被扣一个变55分，但是我给你加10分，你是变65分了。好，那个是我们的春秋两季补运法会所做的一个事情。但是补财库一年就只有一次啊，不是说只能办一次，是我只办一次。其他一些庙宇啊，他们说可以帮你办补财库的啊，那个我不管啊，是可以的，但是我不管。然后呢，他们各自找了时间，各自做的事情。我只说我陈老师，我一年我只帮着各位做一次补财库，就一次，没有第二次。我就只做一次，好吧？这个是因为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我不能在那边求神拜佛，不行哦。那个我必须要帮大家做其他更多的事情，所以说一年只有一次补财库法会，要报的要报哦。你不要过了之后再跟我讲，老师可不可以在什么时候有补财库？没有哈，没有。接下来就是秋季补运法会了啊，那个是3个月后、3、4个月后的事情了。现在5月嘛，那个大概几月啊？我靠，我忘了几月。金老师，我们的秋季大概什么时候啊？9月还是10月哈？应该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吧，我记得中秋节前后了啊。那个后面的事情现在刚立夏，所以说尽量有想要给自己补财库的多补一下吧，好不好？有没有人不需要补的？小孩不需要补啊，如果你还没有就业的，你就不需要补。那其他的部分啊，如果你年纪比较大了，没有在工作的，那你其实也不需要补。我知道你想支持老师，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在上班、没有在工作、没有在经商的啊，就不需要补啊。如果你是家庭主妇啊，或者是你退休人士啊，那你没有做什么其他特别的，你就是养老哦，那我们就自己去做。报名费啊，报名费我们不是都在法会链接上都有嘛？好吧，都固定的东西啊，各位去像我们的说明链接里面都有去看到，好，所有的说明在那个地方了。好，不能再下去了，再过去就要10点半了。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是陈老师，下礼拜我会尽量更新多一点，好不好？因为这个礼拜太忙了，不好意思，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这是元成功。
结束了，大家拜拜。好，我在看什么时候结束，不然我不跟他讲话。